有人问裘千尺如果不残疾，他能否跻身五绝？因为在神雕中，他带给大家的表现确实比较震撼。在女性高手中，他可以说是外功内力俱佳的存在，甚至有网友把他比作临朝阴之下第一人。她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妹妹，一身武功可以说都是裘千仞亲传。裘千仞被称为五绝守门员，含金量自不必多说。而且年轻时候的裘千尺武学天赋比他哥哥也逊色不到哪里去，20来岁就已经宠出了铁掌莲花的名号。后来遇到年轻帅气的公孙止，就坠入爱河了。但他和公孙止在一起，才发现公孙止的家传武功如碧血功、渔网阵、阴阳刃法等存在极大缺陷，于是在他的一番改良之下，这几门武功都得到了极大提升。公孙止也在他的指导之下实力突飞猛进，要知道当时他也才30岁不到，可见他的武学天赋不是一般的强。当然后来因为他实力强悍，略显蛮横，所以公孙止敢怒不敢言，才偷偷和丫鬟柔儿搞到一起。之后被裘千尺发现，在威逼之下，公孙止忍痛杀了柔儿，但也对裘千尺起了杀心。于是在后面他生女儿之时，趁他不备，给他下了迷药，把他打下了鳄鱼潭。可是即便这样，裘千尺也没有死，而是在绝境之下，他还能根据周围环境自重神功枣核钉存活下来。这门武功在原著中是这样讲，说这是他10余年潜心苦修的唯一武功，劲头之强，准头之确，已不输天下任何厉害暗器武功，自然也包括红药师的弹指神通。而且想完美发出枣核钉，必须要求发钉之人内力极其深厚。由此可见，裘千尺身体虽残，在谷底12年已然积聚海量内力，所以单论内力而言，恐怕他还要在李莫愁、红蓉之上。论招式，他能轻易改良公孙止家传武功，可见他的武学理论储备也是不低。看公孙止后面实力就可以进行比较，红蓉、李莫愁联手都留不住他。虽然说有红蓉生产后身体虚弱的原因，但足也说明公孙止是裘千尺教的。假如他不残疾，武功肯定是要比公孙止高的，毕竟之前就一直比他高。至于有没有达到五绝实力，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。因为在谷底12年，虽然他积聚海量内力，但奈何身体残疾极大限制他的发挥，不可能对敌就一直发枣核钉吧。假如他不残疾，也不见得内力就比现在高。书中明确讲，正是因为他独处谷底，才能做到心无旁骛，日夜勤学苦练。12年的修炼抵得上旁人修炼20几年，换句话说就是有失必有得。假如他没有被公孙止暗算打残，两人依旧甜甜蜜蜜的生活，可能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天天勤修武功，内力增长肯定不如残疾的时候，但外功招式身体健全肯定要比残疾阶段强。所以综合来看，以他的武学天赋加上内力加上外功，如果不残疾的情况下，可能实力会在红蓉、李莫愁之上，大概能达到他哥哥裘千仞实力的8、9成左右，确实算是临朝阴之下第一人了。